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那 LK99 引发的室温超导的热潮啊，没有减反而在增啊。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这些做自媒体的我们在忽悠，而是事实上呢，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投入到了评论和点评中。在哪儿呢？甚至在抖音。你看，我又抓住一个活捉一个研究员给大家看一下啊。那这是抖音的那个牛顿的烈焰极光剑的这个页面啊，我在认真看他的评论，我发现这个评论啊非常长也很有意思。他说呢，这个片状物体啊很符合一维超导特性，当然很长字了，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那下边有个评论更有意思，你字儿多，你有道理啊。那结论是什么？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是室温超导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位怼的是哪位，叫魏文银啊，这个山字加个金应该是念银，魏文银。我看他的评论啊，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起码是讲的这个理论还是比较实的。那么我们搜了一下这个人是谁，一搜，果然是中科院等离子所的研究员。我们看一下他的基本情况。那魏文银啊博士啊，他是广东人啊，那他是在应该是2013年以高考699的总分啊，广东省第3名考入了清华大学。2020年呢，在中科院等离子所呢攻读这个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那现在呢是等离子所的研究员。那这是他回东莞二中啊，向师弟师妹们传授经验的这么一张照片，被我给扒出来了。那他从石龙二中毕业之后呢，就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那么可以说是刻苦学习啊，是优质偶像，是当地的。那不光在中科院攻读啊，他后来还到德国、韩国等地的学习。那现在呢，就是在等离子所，在安徽合肥啊。合肥呢有个科技岛，等离子所呢就在这个位置。大家知道，中国超导突破的一个关键人物，那位赵院士就是咱们合肥这个中科院的。这是魏文银博士的他的简历，可以看到他现在是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啊。那么这是魏博士的情况。那魏博士呢被怼的这个评论呢，我们仔细跟大家念一下啊，字有点小，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呢，这个片状样品啊，很符合这个一维的超导特性。如果形成了一维超导环通道，那么这么薄的样品里，超导环几乎可以说是很完美的处在片状样品所处的平面内，就这个超导环和这薄片在一个平面内，那么它的超导电流所产生的场必然垂直于这个片状样品的平面，其他方向的场无法通过超导电流立刻抵消，所以超导体会进一步寻求调整姿态来抵消。结果就像这样的片状薄样品总是在寻求能量最低的姿态，也就是片状样品面总是会倾向于垂直于磁铁表面。垂直于磁铁表面。所以说他说韩国和阿翔团队的样品稍厚一些，环通道呢不一定完美的在这个样品平面内。阿翔的呈块状甚至不好定义样品平面，韩国团队的样品很大，完美垂直所需的电流很可能超过常温下的那个 TC 临界电流值，所以做不到完美垂直或旋转出现抖动还可以理解。大家听明白了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啊，你看你怎么摁吧，它就起来，是吧？看到了吧？它总是起来。我不能要这声音啊，因为这个音乐有版权，到油管上就侵权了。看明白了吗？那魏博士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它里边那个一维超导的那个通道形成的那个超导环呢，和这个薄片完整的在一个平面内，所以呢，它就产生了力，它就总是抵消这个就是这个其他方向的力，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就是它片状样品的这个平面，就是宽的面，总是垂直于磁铁表面，这磁铁就下边这块这就是这位中科院
等离子体研究所的这个魏博士对这个事情的解读。那他后边呢，不是这个 Rocky 杨怼他了吗？你字儿多，你有道理啊。那结论是啥呀？到底是不是室温超导啊？魏博士回答说，很可能是，很有可能是。这是我扒出来一个有意思的评论，当然好玩的评论有很多了，像第一个评论就更有意思啊，不是第一个评论，另外一个视频的有个评论，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大家都是在抗磁啊，这个铁磁什么这个软磁啊之间徘徊。那么魏博士呢就说，这个按照异位超导特性，如果运气好，它这个超导环正好和这个这么薄的样品在一个平面上，它就正好这个超导电流产生的场呢，必然垂直于这个片状样品的平面，垂直于样品平面，所以其他反应的场呢就无法通过超导电流立刻抵消，就是那种抗磁性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解释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实际上针对最近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啊，包括很多业内知名的这个搞凝聚态物理学的大拿们也都出来了，包括在知乎上有一位叫应该念显星海吧，显之熙应该叫啊，我觉得这是他网名，应该不是他的真名。总归来说呢，这是一位显教授，据说他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啊。我们就不扒人家的名字了。他对这方面的凝聚态物理和量子物理是比较深入研究的。他曾经在2019年就提出过一种新的超导机制，也就是降维异位结构实现高温超导。这种机制呢，它是指呢把这个三维材料降维到一维，可以实现更高的超导转变温度啊。这我查的一个文献里边介绍他的一些论文。那现在他说这个就目前牛顿的这个烈焰激光剑，他也认为看起来这个就是你排除所有的可能，排除所有的错误答案，那最后那个答案哪怕再离奇，那也是真相啊。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磁是吧？那么顺磁呢，一般就是没有各项异性，而磁动定渣呢是没有方向选择的。所以呢，前面咱们说这个软磁体，但可能有，他认为可能性不大。主要是什么呢？你看摁下去它会回弹，这就不像容易被磁化的那个东西那个样那有人说拿着硬币什么吸的都另说了啊。另外呢，他觉得有理由排除这个铁磁性。至于其他的这个顺磁之类的，以前不是说了吗？早就不谈的了。因为顺磁一般没有各项异性，所以把这些顺磁、铁磁、软磁都排除了，所以最不可能的就是超导。是这么推的这是这位显大神显之熙教授，他对这个评论，他一直是对牛顿的烈焰激光剑给予这个高度的这个鼓励也给他们出主意，说你要不呢想先发论文的话呢，你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办法，先测出来一个东西以后呢，先把阶段性的成果呢先发论文，能发一篇可能不错的论文。然后这帮学生呢也是说，哎呀，我们哪有那条件是吧？就是我现在想的，这学生不是放假了吗？不管是硕士博士，难道暑假不休息吗？所以这个搞研究也确实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事儿，我估摸着是他们导师打电话，你赶紧回来给我做实验。你看现在咱说老师在学校正常，咱们说但这些博士生硕士生很多可能还有其他的，怎么都回来了呢？难道你们都没放假吗？是不是不放假我觉得可能是一看有大事儿老师给抠回来的是吧？你们说呢？总之来说呢，你看看我说的这个不虚，这个热度并不是在于这些自媒体怎么讲这个报纸怎么讲，韩国人怎么讲，而在于什么呢？大量的从业人员做凝聚态物理的博士，那个教授那个博士，他们都上抖音上直接评论了。朋友们，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个奇景抖音是个什么地方？B 站是个什么地方？是这些研究员教授该出现的地方吗？现在他们就来了，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释？起码对真正的科普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么讲是吧？那好的，关于大事出没于抖音 B 站评论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